苍山，能看到山顶的雪吗？我是真的担心你在这儿被撞。今天我们来吃一家菌火锅。这个料辣不辣呀？对于你来讲可能没那么辣，但是它是酸辣。对于我们两个广东人来讲的话，你就是好辣。这条街的古建筑保护的是真的不错。是的，它大概有700-800年前的历史。在这儿吹着微风，春末夏初，应该是最舒服的时候了吧？对，中午的时候不热，太阳晒下来暖；晚上的时候微风吹来不冷。就这种感觉，吃饭跟你在那种什么商业，去年开发商刚交接的古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上周古镇的。是煮透了的吗？还是？煮透了，够了。啊，就直接开始吃的是吧？里边有一股菌菇特有的鲜甜味儿，咕嘟咕嘟的。想不想来一口？这是别名水性杨花，有点像冰草那种感觉。这个是马背牛肉，为什么叫马背牛肉？就是以前马帮的干粮。我以为会是跟蒙古什么的有一些关联的那种。确实是跟蒙古有关联，因为马帮就是从蒙古那边带牛肉下来的，跟这边的茶香那个一物的。这个上来应该已经默认煮透了，是吧？就是一方面是咱们可以节约时间，另一方面担心咱们误食了没有煮透的会有食品风险，所以吃这个是绝对安全的。你别说，这个还长得挺像那个什么黄焖鸡和猪肚的，就是鸡肉，是吗？它是土鸡哦。今天这一餐可以称作安安真不是我欺负你，因为这些东西虽然说它是已经被当地的食药部门、卫生部门鉴定为无毒无害可以食用的，但是这个是相对于人的剂量，我这么一个肥80公斤，对安还是第一印象。我发现这边的汤好像不像什么火锅店要加香葱、加香菜直接就喝，要喝这个汤的原始的原味本味。它就是加了点红枣啊、枸杞那种提味的。它带有一种那个特有的大自然的味道，就是你在家煲汤，你们是广东人嘛，你们肯定特会煲汤，就是在家煲汤用那种常见的什么排骨呀、老母鸡啊、汤料那些东西，不会有那层味道的，有一股山丘、森林、草原特有的那种自然的味道。刚吃那块我也不知道叫什么菇，但是好滑，特别光滑，就好像打游戏的朋友就是那种史莱姆那种外表的那种质感。哎，这东西好奇妙呀！虽然说这个鸡肉理论上安可以吃，但是这个汤我实在是不确定。这顿我如果不给安安吃，你们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把原谅打在公屏上，吃一个绿色的菜，咱们就原谅了，好吧？口感介于你们那边的通菜和酒坛之间，就是扎实又有嚼劲儿，而且蒜蓉炒的就特别北方的味道。这个蘸料是拿来干嘛的？就是蘸橘子这些可以。就是如果我觉得锅里的味道对我不够狠，我就可以在里边再蘸一蘸。主要是它那个蘸料主要就是辣椒，因为它是清汤嘛。你觉得不够辣的话，提味。哎，提味儿。这个过瘾。哦，谢谢。刚好在你那儿不用开车，真好。所以真的，我在这住了一天下来，我感觉这是我第一次会选择住在景点边儿，又安静又僻静，能感受800年前的这种街道文化，又能吃到深山的新鲜的菌子，亲近大自然，这体验还挺不错的。我感觉这种体验可能全国
大理不能说独一档，但是也是头一档1等1的那种水平了。你到别处这种景区，那简直就是坑人的代名词。云南这边味道其实跟东南亚泰国那边的还挺像，酸酸辣辣的。就如果你喜欢那种泰国料理、东南亚菜的话，云南菜一定适合你。这块应该就是刚才我说的史莱姆，你看我筷子夹都夹不起来光滑的，它在嘴里边就是那种黏滑滑的质感。不行不行，不能玩食物，虽然说有点好玩。好肥好大的菌子，除非是老食客或者是这边的大厨专家，就以他们这边阿姨的水平，可能对于这么多种菌都认不清。我们以前来吃菌子，阿姨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放心，可以吃的，别吃，放了算了。”而且最奇特的是，在你嘴里边，每种菌它在嘴里边不同的咀嚼质感、光滑程度、鲜嫩程度、汁水含量、大小。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炖在一起又是这么的融合融洽。没在吃肉，胜似吃肉。我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像如果在这儿几个朋友喝酒聊嗨了，能不能像成都火锅店一样说，哎，老板加汤？加的是水。哦，就这个原汁儿喝完就没有了。对，这个叫什么？马帮牛肉。马背牛肉。哇，盖饭盖面这个东西。一道菜就是一顿饭，香香的、辣辣的，又很耐嚼，有点像肉臊子那种肉末的感觉。这只分不清是老人头还是黄牛肝菌，2选1。这个有可能是剑手青是吧？这条更大的概率是剑手青，就是它熟了之后剑手还会青吗？熟了的剑手青，见了手到底青不青？答：似青非青一丢丢。啊，真的，这些菌有的像肉，有的像蔬菜，有的像肥皂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菌在一锅里边都是完全不同的质感、不同的味道，确实是很奇妙的体验。而且这个啊，宝宝，回家给你吃你喜欢的零食好吧？这个我真的不敢乱给你吃。委屈的。刚才在那儿从那儿进来，摩托车、电瓶车堵一排，真的堵。我拎着 One Wheel 啊，降，一路算是闯过来了。洱海，1次失败。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人比我炫酷的吧？怕我只是会爱上你。哇，那儿那个姐姐好帅！我玩One Wheel这么久，从来没有这么开阔、这么自信、这么开心过。苍山、洱海啊，吃肉、光味，我已经想不到怎么样能更开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晚风中的大理古城还有一点动人，感觉氛围上和西安钟鼓楼附近异曲同工，非常相似。因为带着安安就没办法爬上城墙去溜达溜达。特别感谢江为我们提供了几天的食宿，也避免了我们旅行踩雷。一路旅途我们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，也因为安安这个乖宝宝让我获得了无数次的优待和帮助。在大理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办法见到我朝思暮想了2年的一位姑娘，想说的很多话在剪辑的时候反而难以启齿了，所以就把在大理说过的话留在大理藏起来吧。带着小小的遗憾，赏着美景，我们在下一站的旅途再见吧。好了，别